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谭健次的演技蜕变，在震耳欲聋的《沉默与欲望》里，当市场被高概念与大制作包围时，震耳欲聋以一种近乎执拗的安静，完成了最具穿透力的表达。这个国庆档，谭健次的名字随着这部电影深入人心，也完成了演员在沉默中重塑自我。从偶像到演员，谭健次的转变早有迹可循。《猎罪图鉴》中，他将模拟画像师沈毅的冷静与敏感融合，凭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摘掉了偶像的刻板标签。《长相思》中的香柳又让观众看到他对情绪层次的精确拿捏。震耳欲聋则是他更艰难的转型尝试。李琦作为一位出身听障家庭，在道德与利益之间摇摆的律师，角色设计极为复杂，不仅需要让观众信服他作为律师的形象，还要靠呼吸、节奏、手语与目光完成叙事，让观众带入他听障家庭出身的健听者 Coda 的身份。李琦能熟练使用手语，天然更容易获得听障群体的信任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他对自己的身份怀有复杂情绪，既带着想要逃离的羞耻，又怀着向上攀登的野心。他囊中羞涩，前途渺茫，只能凭机敏与伪装挤入主流律师圈，努力摆脱边缘者的标签。出身与野心的双重拉扯，正是角色最有张力的内核。这样的双重身份让人物处于撕裂状态。编剧让他同时成为施动者和受动者。一方面，他为当事人争取利益，在博弈中精明取巧；另一方面，他又被黑暗链条牵扯，被同伴指责，被良知拷问，身陷囹圄。影片结构采用渐进式铺陈，开场的调解戏展示了李琦的圆滑与野心，中段他卷入小蕊的诈骗案，真相层层揭开。高潮庭审中，他用口语与手语的手口不易发声，象征着对两个世界的连接与和解。这样的节奏安排让角色的转变水到渠成，而非突兀反转。编剧汤雨辰在人物塑造上展现出了扎实的结构感。面对部分观众表演用力、油腻的评价，中央戏剧学院李红教授给出了专业分析。他认为演员表演是否过火，关键在于区分炫技还是遵循逻辑的表演。李红说，谭健次在片中的每一次情感爆发，都建立在人物发展逻辑的基础上。以电梯戏为例，当合作伙伴提出退出时，谭健次采用欲扬先抑的表演方式，先是压抑情绪，通过前倾的身体、紧绷的肌肉等细节展现内心挣扎，为后续的爆发做铺垫。在这个32楼的密闭空间，成为李琦与小汤价值冲突的熔炉。谭健次一开始维持着律师的体面与优越感，当小汤的质问直击内心裂缝，他的语速加快，声线破裂，特别是在他指着对方面前怒骂靠的不是那帮听障，更不是你这个万年复读生时，谭健次的身体前倾，手指指向构成一种侵犯性的姿态，既是攻击，也是防御。他在狭窄电梯内被逼至角落，形成框架式构图。他被名利所困住了，怒意与脆弱几乎叠加成一种窒息感。镜头推进时，谭健次的呼吸明显急促，额角青筋凸起，但眼神仍旧不肯移开，像是一场濒临崩塌的对峙。当他骂到我现在就想像一个人一样，站在32楼大声说话又怎么了？那一瞬间，声音轻微破裂，嘴角微微颤抖，泪意并未落下，却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角色求生式的呐喊。懂得做减法的表演，越是激烈的情绪，越要克制来呈现。许多场景中，谭健次几乎不言，只靠微表情和呼吸的细微变化完成内心起伏。当情绪爆发时，他又精准地将愤怒、羞耻与孤独交织成一股冲击力。然而震耳欲聋的编剧结构虽紧凑，也并非毫无遗憾。
影片将叙事重心高度集中在李琦，使得金老板等反派角色略显功能化。金老板的动机更多停留在权力与金钱，除片尾伏法后的审问无其余情节展开，缺少人物背景的复杂度。结尾的庭审戏虽然震撼，但在现实层面略显理想化，口手不一的设计极具戏剧张力，却未能完全经得起逻辑推敲。因为金老板作为同样的 code 身份，按理应能察觉异常，而庭审中及时补正并当庭判决，也超出了司法程序的合理范围。编剧的艺术加工虽强化了情感高潮，却在现实逻辑上显得突兀。但瑕不掩瑜，震耳欲聋仍以诚意打动人。它让观众在噪声之外听见人心的颤音，也让一个演员在克制与爆发之间找到新的可能。谭健次用最细微的呼吸去听见角色，用最真切的崩溃去让观众听见自己。那声惊雷并非轰然作响，而是在寂静之后久久回荡。